忘记2018年讲过的话吗？还不都去坐牢？主席来选彰化县长好不好？当然很好啊，当然很好。你不要随便帮人家回答问题好不好？你不要随便帮人家回答问题好不好？如果你当时是要代表陆配这个族群呢，那就应该要谨言慎行。越讲越糟糕，就是这样，讲别人家坏话，不会让自己变好嘛。这个我倒觉得calm down。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是扛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国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同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玉夫，大家好；在研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那显然，那对李珍秀这件事情来说啊，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关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平息呢？那你看到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当民众党开闸直接开除了以后，一整个礼拜大家都在问柯文哲不知情吗？柯文哲那会对这表达什么样的看法？那钱到底是谁提的？真的有这么多的一些钱吗？那中间所有的氛围都绕在这个地方。好，那如果真的这样讲，昨天柯文哲出来说话了，因为包括要去进香的过程，然后被堵麦问到这些calm down，大家都calm down，好不好？那创下就calm down，事情calm down两个字就结束了吗？不可能结束，因为呢，刚刚你讲到理工男，对不对？我们理工男其实一直有几十年在研究一个科学未解之谜，然后因为没有逻辑，找不到理由，然后呢，却是出乎想象，那个叫做人体自然，那我呢有点政治学的素养嘛，我也是政治系的硕士嘛，在政治学上也有一个，也是让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也是觉得不解之谜。民众党自爆，珍秀自爆，这个自爆也是很多东西，你其实逻辑是不清楚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呢就是燃烧起来，而且是自燃，越燃越大，燃烧呢就是民众党自爆，而这样一个自爆状况越演越多，然后这里面你就看到了，首先第一个呢也是打破了很多医学界里面的概念，所谓的耗材，不是丢了就算了。耗材拿出来之后，耗材也会反击，而且这个耗材反击比你那种能够考到台大医科的那种脑袋不输，非常清晰，逻辑其实它的整个战略清晰，整个手段清晰，在一些下刀的时候是精准下刀，所以柯文哲捧在那边，绝对不碰。但是呢，黄国昌猛踩而这黄国昌猛踩的效益在哪里呢？因为黄国昌本来就仇恨值很高，所以不管李珍秀讲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家也觉得前言不对后语或很多逻辑推不上，不重要。骂了黄国昌很爽，很多人我相信民进党的人看这些也看得很爽，就骂黄让小平不知道看得爽不爽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国民党女人，我是哀矜务实那你不要笑，你不要笑，就他说不能笑。所以李珍秀就这样，但是呢，回来的时候，你看在这个的混乱里面。其实也去处理掉了、掩盖掉了一些问题。这耗材的功能还在，这个烟雾弹还是有的这自爆之后的烟雾弹，到底谁找了李珍秀？为什么找？找的过程中，因为这次还抢到了钱，而这个钱李珍秀当然有很多委屈，那我们就知道回来更严重问题，不分区立委已经当时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诟病，他是那个提名之后的。因为提名纷争的苏宏道，那现在李珍秀到底是不是输送带？这里面柯文哲，你为什么选了李珍秀？这个不分区的时候，你这个选的过程中，到底是有更强大的力量，还是有另外的民主政治和金主政治的混淆？所以一个李珍秀，其实他的话很多人听来听去，怎么今天和昨天的好像也是听得很热闹而已。但是找不出什么道理，但是就看他继续的自爆，继续的自燃，民众党自爆，而且我相信柯文哲一定没想到这件事情，然后黄国昌他们也没想到这种事情，以为说反正处理闹一闹，然后这个也够了，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他们原来想测试的深水区的所谓的两岸关系条例中配问题，而是民众党到底还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混乱，不断的每天在上演中。尚公。您那时候有排过时间序对不对？好，时间序，其实那天，大家一直在问李珍秀的一个问题，就是4月7号人家说要开除你，说叫你那个自己咨询完以后就走人，显然跟李珍秀认知什么，他跟柯文哲告诉他的那个状况不太一样。为什么到13号呢？你都没有在那个时间序里面？好，到这2天。
是民众党像江河说他们就讲说有啊，4月7号不是跟柯文哲有跟你通过电话，这样就合理了。就是当人家讲叫你走啊，你觉得不服，然后你去跟柯文哲通完电话，但是大家就不懂事，如果照这时间去一路往下走，4月13号为什么下手？假设柯文哲也跟他讲过了，那为什么下手要下到这么重？第一个，显然不是到了8月嘛。对李珍秀的看法是你提早引爆，为什么要这样？好，就算提早引爆，那个理由不能讲一些就是大家听了，你表面听得懂，但深究你也不懂为什么的那些道理，就是什么影响党誉啦，那什么什么类似这些。当你用了一个钱出来以后，事情不报都不行了吗？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吗？然后最后到最后，现在大家再看4月7号那个会议，5个人4个签名，就每个人现在大家都绕在这个地方走。对民众党也不见得好啊。对李珍秀来讲，他反正现在就是好了，我赤脚不怕穿鞋的，现在就是这样吗？所以4月7号那一场会议里面的会议记录是让人家最打问号。因为你看陈佑成出来代表中评委讲话的时候，他是说有中央委员会移转列案，数百名的检举信函，还包括今天立院党团居民的陈述，换言之，立院党团那种会议记录是13号当天去陈述的，那就大家就很好奇咯，你会议记录怎么做出来的？会议记录有5个人开会，4个人签名，然后另外一个没有签名、没看过，那个会议记录就成立了，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啊。你今天有我们5个人开会，结果我们4个人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4个人签字就算了，然后他完全没有看过那一份会议记录，然后里面的会议记录里面，13号开会早上就有媒体出来说他有要钱的事，要诚意的事，然后里面说拿不出这个钱，我瞧不起你的事，那个用词蛮精准，那用词蛮精准的。那请问一下，那个新闻对李珍秀而言是正面还负面？应该是负面嘛。啊，那负面我们就可以排除李珍秀自己跑去讲嘛。对，写出来的那个周刊，黄国昌不是最喜欢骂的吗？竞检，好，竞检不是最喜欢骂的吗？那周瑜修会讲吗？陈清龙跟他们熟吗？那里面还有一个就党团主任。那请问？2个立委陈清龙跟这个李珍秀，他们会自己写会议记录吗？还是黄国昌跟周瑜修2个人亲自写会议记录？我相信应该都不是这4个吧。那就只剩1个了。所以他出来说他记忆好啊。但记忆好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会议记录不公开嘛。那如果记忆力好，来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你自己记得你在里面说什么？黄国昌在里面说什么？陈金龙在哪有说中评会看到那一份记录以后叫李珍秀你要签名？怎么会有会议记录当场给李珍秀叫李珍秀要补签名这件事？上公，这是很奇怪的事。你讲的这一段，这2天联合报的是都讲了这一段，意思是说。就民众党就把会议记录拿出来，让李珍秀一刀毙命嘛。也就是说，他在里面特别描述一段的意思是说，重大的一些的会议，要评议要不要把人家开除，或所有这些一定都算重大嘛。就算4月7号，怎么会？他的意思说，这种要录音录已经是现在这联合报里面讲的已经是现在社会大概大家的共识。怎么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没有录音或录影，然后大家讲，然后连会议记录都不拿出来给大家评方人？没有，这个很正常。而且我们黄国昌最喜欢讲透明公开。我们要逼宫，怎么还会有录音档呢？不是，万一你伪造了怎么办？这个最简单一个道理嘛，你会议记录拿出来，你会议记录是完整发言会议记录，向立法院公报呢，就是立法院以前立委在质询骂脏话都还会有叉叉叉，公报都还会有叉叉叉哦。那看到叉叉叉就知道这个立委质询的时候骂脏话嘛，骂粗话嘛。但问题那个会议记录是完整会议记录嘛，然后你看江河柱说4月7号电话，黄国昌跟柯文哲、李珍秀跟柯文哲说你当时已经崩溃。好，那大家就时间序又倒回来。4月9号原本是要开会延后，延到4月13号。
柯文哲出来说给他一点时间。那4月7号，如果如江河树所说，有电话的话，那为什么柯文哲4月9号讲这一段话？柯文哲为什么4月9号会讲这一段话？那是不是柯文哲还认为应该给他当一个会期呢？柯文哲为什么4月9号会讲这一段话？那是不是柯文哲还认为应该给他当一个会期呢？也就是说，柯文哲讲的给他一点时间，应该不是3、4天啊？对啊，9号到13号中间隔个6日就都要开除了，还要给他什么时间？对，然后这几天到底到13号，就9号延后到13号中间发生什么事？因为柯文哲9号说给他一点时间，所以你认定9号的那句话的意思是应该要给长一点的时间？不，你如果说给你，今天我说给他一点时间，结果过了6日就干掉了，对，这叫给一点时间吗？一般来说，我们听这种话觉得怪怪的，就说给他一点时间，给他3天时间再开除他，这是很奇怪的事嘛。那大家就会想，那我就主观想，那我请问你。9号柯文哲讲完话，到13号中间有没有人去跟柯文哲谈了什么？然后柯文哲同意了，13号就开闸。否则，请问一下，为什么立院党团是13号拿进去的？4月7号到4月13中间6天，会议记录要做到6天才能拿出来吗？不会吧？不会吧？所以这中间有没有另外的故事？否则你从柯文哲的给一点时间到后面13号中间这2、3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时间倒来倒去，你都觉得里面就是有一点不对劲嘛。4月7号，柯文哲4月7号，那表示柯文有通电话，那表示柯文哲知道知道4月7号的事哦。那知道4月7号的事，4月9号又这样出来讲，讲完了以后，4月13号就开闸。对，那柯文哲那有没有完整知道4月7号发生什么事？因为如果说4月7号开会当场打电话的话，也不可能讲得太细嘛。那可能就是那个黄国章打电话给柯文哲我说假设啦哈，就说你不是跟李珍秀说好那李珍秀现在就不同意怎么样就把电话拿给李珍秀嘛。我觉得情境这样一个设计合理，比较合理嘛，比较合理嘛。那讲完了电话，然后呢，就重点是然后呢，就讲完电话到13号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有没有人拿着写好的会议记录给柯文哲看过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然你很难解释那个9号给他一点时间，他说有中央评议委员出国，所以延到13号，13号一定会开，给他一点时间。那里面就出现罗生门。4月7号那个说黄国昌说你要决定，现在李珍秀的说法是我要决定我要宣布只做一个会期我要宣布只做一个会期那他说柯文哲说他答应我做一个会期那黄国昌说没有我听到的是总时讯后你就要辞职那到底柯文哲跟双方是怎么讲的？因为一个也是说柯文哲答应我的一个是说连续假期的时候柯文哲跟他讲的那到底出什么回事？也许柯文哲也被逼宫没有，黄国昌的说法跟李珍秀的说法，黄国昌如果说谎，李珍秀对；李珍秀如果说谎，黄国昌对。如果2个都对呢？那就是谁告诉他们2个人讯息？那很简单你就是说有2个不同讯息，不，2个如果都对了，2个都对，2个都对可以解释他的解释不，前面他答应李珍秀到8月后面被逼宫你说柯被逼，为什么柯不会被逼宫？柯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好逼了，他又不是党主席。但是柯被逼要改口
变成是总咨询之后啊，为什么不可以？总咨询之后，8月也是总咨询之后，是这样解读吗？4月7号那天，李珍秀就要总咨询呢。这所有的一切的时间嘛。好，那这个时间点，来，俊宪委，请问一下，你自己怎么判读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政治环境里面经营了这么久，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些？因为这个已经是现在变成所有的大家已经开始在解密了。对，而且李珍秀这几天可以说是全国瞩目的焦点。看不到赖祥德的新闻，也没有科比都不见了，更是远远的压过黄国昌。他这个声量太可怕。所以李珍秀一直在那个面对镜头讲说，为什么黄国昌这样？第一个，他知名度比他大，他声量又比他多，他在国际的能见度都比黄国昌大，所以黄国昌会嫉妒他。这是李珍秀讲的。所以台湾这几天就是李珍秀。这个一个人的舞台，一个人的武林，全部都他的。那第一个，他那个战略清楚，那战术我实在厉害。他就从头到尾打死你黄国昌。然后对柯文哲呢，他就是非常的尊敬，伟大的柯主席。然后你看他动不动就说你们欺负陆配，为什么要这样来压迫陆配？但最奇妙的是。柯文哲的反应，柯文哲以前在骂他的部属是非常的残忍，怎么没得捞就离开了，惹到柯文哲，你这样痛骂民众党，伤害民众党，那柯文哲一点我的戏耶，就从来没有看过柯文哲这么温柔可爱的，坦荡，冷静，他是可以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忍气，卖生气啊。那柯文哲怎么态度变成这么温柔？这也是令人很吊诡的地方所以这表示李珍秀跟民众党绝对不是指普通的一个陆配来代表民众党进入立法院。这里面，所以你不相信柯文哲讲的这一段？有吗？当初用海选，想说庶民也可以让柯建成有代表性。当时本来有打算外配陆配各一个2年条款，因为整个党遇到他被抓什么这些，他的意思说那是海选，那是庶民。那是要有陆配，然后当一个名额，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您刚刚自己行间也是，你不相信是单纯因为这样。我补充一句话，你不要忘记李珍秀公开讲过，为了这次提名，他花了3000万，3000万，对呀。他那有讲，他讲说是过程。什么那几年，然后他为了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然后包括在地方跑，说什么？但是大家听到1000万，对，也觉得这个钱真的是1000万也未免太大了吧？4个字投鼠忌器整个是。你觉得是投鼠忌器？第二句话是海选，就好像我们去抽签俊秀我们去抽签，抽几百个签。然后你要抽的那个人一定会抽到，为什么？为什么？你那旁边又用了冰块冰过凉了，就出来那个签就是你的签。OK， 你讲的是以前抽签不是就这样抽的吗？传言中那种来。你们注意到民众党，其实包括黄国昌还有柯文哲，都不断的强调这个是海选而来，李珍秀是海选的，意思是说，跟他都没关系。李珍秀是海选的，意思是说，跟他都没关系。这个就是从茫茫人海之中抽一个签，那支签的温度不一样，冰冰凉凉的，是不是这样子？好像小平这样的，然后抽起来。那徐春是特别火烫。那徐春英的起诉书写得很清楚，对不对？徐春英徐春英如果进不了台湾的立法院，他就再找一个嘛，接班人就找到李珍秀。还有柯文哲说这个是庶民，我们很清楚的，这不是庶民你是说爱马仕吗？不是爱马仕，你看他跟徐春英之间的关系，这个你说他是海选而来，茫茫人海中随便找来的，这个我绝对不相信。卖真相。你是一个政党，这个人进去里面就代表你的党在成为立法委员，你会完全不知道。欧北进来，胡说八道。这个海选是柯文哲当时选举的一个话术，已经双起都有那骗了。公营来这起定4、5的官员绝对没有什么裙带关系。那个时候海选这两个就是这样来。一开始有玩过几次了，后来每一个都蛮客观的啦。
对不对？在市场室里面都是财团之子之孙呐，财团的家孙都嘛在市场办公室，对不对？那在那边当什么实习生嘛？又来了，实习生啊，运用到国会了。柯文哲跟徐珍秀训练没有很好。李珍秀李珍秀训练没有很好。李珍秀在哪里训练？黄国昌办公室，足足训练2年，所以认真撑起来是黄国昌的徒弟。李珍秀跟黄国昌应该是师徒关系。什么没学到，但他恨他，学到了一个你要去，我知道自己去背骨神功，知道怎么样？这背骨哦，黄国昌你尝试，你就把人起掉哈，咱上面注意啊哈。所以李正秀是黄国昌办公室训练出来的啊，但他今天呢，你看他在打黄国昌哦，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端可怕的政治的一个示范。惹到我李珍秀，下场就是这样啊。黄国昌以前在你说从时代力量一直到现在很多，包括你说以前时代力量，像不管是吴峥啊，你说亮君啊什么来上节目，你会问说，以前大家相处上面的一个感受，但是显然这一次的经验跟黄国昌以前碰到的经验大概都不太一样。台湾的政坛第一次出现中配的立委，对不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共产党那种斗争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经历过了，但是看起来跟我们看那个电视剧的，走过文化大革命，虽然好像是他年纪小，没有完全经历到，太小了，但是耳濡目染，大家看到吧？黄国昌那看了这，黄国昌读了这个，我讲吓死呀！差年就差太多了。台湾政治人，黄国昌以前不是很，黄国昌你就要呛架，李正秀出来辩论，不敢嘛，对，黄国昌你敢不敢接李正秀辩论这种干嘛？所以李正秀就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凡是惹到我的，下场就是黄国昌。那他跟柯文哲或跟民众党，我认为是有特殊的关系啦，否则柯文哲你看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讲所以呢，李正秀就稍微亮个牌要盖起来。我花了几千万干嘛呢？围攻一半再逼我就全部讲出来。你觉得会有这一段？当然了，他讲什么？他为了当这个立委，花了几千万，是不是这样讲？那民众党现在被他讲什么，通通不敢吭声。对，因为我听说某些政党他提名的部分区立委都有所谓的责任额。讲啊好听的就是要帮党募款，听讲在帮党某几千万，基本上那些钱就是给，所以名义上给党募款，就是要给主席来运用嘛，或者给党内来运用。李珍秀，你讲的责任额，李珍秀这次是讲的要退，那个陈찬说会退他30万还是多少？那个是他们确实每个政治人物有自己的，他的立委责任额120万，120万分期，第一期缴了30万嘛，他们说会退他嘛，那个是年度的责任额，民进党也有嘛，民进党就是几十万那个责任额，但是你要被提名，你要进入到立法院，那个责任额又不一样了。那个有这个吗？你难道不相信？他从头到尾只捐了民众党500块，柯文哲500块，他就告诉你就是这些了。所以基本上党内出现这个已经标准的叛徒了嘛。柯文哲就拿出你以前的手段来。你卡扎柯文哲你修理这些对不对？柯文哲对于跟他翻脸的部署以前台北市做8当的市长，刚才局长我100几个，对不对？那柯文哲何尝像现在calm down冷静？最难听的应该是苏立琼。对，就其实苏立琼在世大运那时候开始说他没得捞，那个时候其实柯文哲的民调本来是往下，经过一个世大运，对，民调往上，对，大家也都承认苏立琼其实在过程当中功不可没，也确实，后来苏立琼走了以后讲的那个话是最难听的，对，就你都要讲的黑了，我刚才听好，类似像那样子。那他现在变讲什么样？拍谁了？现在是我唔对了，因为我离开柯文哲去关。他讲的是这样训练，他讲的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怎么会去讲人家什么奴才啊？讲什么坏话？你讲人家坏话也不让自己变好嘛？calm down，好不好 ？calm down， 大家 calm down， 就是这样。好，反正居秀伟，你对这些词，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温柔的柯文哲。
小平是来解释一下你刚才那几个字，什么叫投鼠忌器？投鼠忌器就是后面的力量嘛。什么叫后面的力量？我讲一下，我不要去扣柯文哲帽子，可柯文哲变了。柯文哲是一个最绿的人，他不是228的受难家属以及医生声律的背景，民进党是不会礼让他的，对不对？2014那年嘛然后他提了2个，请问你啊，任何绿的不要谈，绿的不可能提陆配，提这个新住民不容易，国民党跟民众党有可能。有可能，国民党更可能，因为这个票都投我们嘛。就你计算了，我们算一算说啊，我们有这个50万票的陆配啊，这些，那是不是要给他1席？那可是他是义无反顾给2席，你知道吗？我说民众党，你看到第1席，火龙果，对不起，我名字训练委员麦义珍，他是为什么你讲火龙果，大家会直接对？请问你，他是不是用新住民？陆配是，那陆配是不是徐春英？是后来就弄掉有出问题了嘛？那个后来证明是共谍嘛？找一个共谍是第一件事。我说剪不断，还没定验，对，还没定验，就是至少起诉了，有嫌疑嘛？这就是投鼠忌器的第一句话。投鼠忌器的第2句话，请问你啊，我们这个麦委员呢，他是用新住民，但请问你他为什么他的最大经历为什么提名？你知道吗？他是统促党的干部，的这样的经历，就是柯文哲跟老共太近了。我不能说是国台办指定他给谁，我讲的话支支无断。我可以讲几乎是指定给这个徐春英，这是因为有司法在侦办。我好，然后这个李珍秀我们再讨论。我要讲的是大的方向，是一个深绿的政治人物，为什么经过半年，2014 12月25号才就任到2015年的那个上半年。这沙海玲就是上海的第5号人物，叫做统战部长，就来双城论坛。第一个叫我去贴那个大字报，叫上全路过。你来第5，我们已经够糗了，一般都来第2嘛。他们书记第1不来，至少搞个市长对市长还过得去嘛，对不对？他来第5，沙海玲来参加，就市府在那边请吃饭干嘛？我认为就很糗嘛，双城论坛。所以这一块他是永远讲不清楚，到现在又发生了。我认为就很糗嘛，双城论坛，所以这一块他是永远讲不清楚，到现在又发生了。他为什么康荡啊？他今天心眼也很多谁？柯文哲啊。请问你，柯文哲如果黄国昌是汉献帝的话，他主席嘛？请问柯文哲是不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请问你，大家在座都是老手了。请问你在民众党里面，黄国昌说了算还是柯文哲说了算？当然是柯文哲说了算，这基本常识。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就不要从政了嘛，又不必上评论台了，对不对？好，那今天那汉献帝是一直被曹操弄，可这个黄国昌这个汉献帝比较厉害，他出很多招啊，去土城包围啊，到法院包围，甚至说联合国民党修法，把公布的录影带让柯文哲再上一次。就是跟检察官的攻防那些，所以2个一直在攻防。请问你这一次伤最重的是谁？当然是黄国昌嘛。黄国昌被弄死，什么战狼蟹，他的助手战狼小姐姐碰到那个政坛母老虎，那完全 KO 好不好？打完全。那有没有看过那个网子弄起来的格斗那个比赛？看过没有？有吧？我看过那个第70几台那个第4台八角龙，八角形的，对，就是怎么逃不出去。不堪一击嘛，银枪蜡丸头，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黄国昌很弱啊，就银枪蜡丸头是一个长毛上一个前面有一个蜡烛做的，一戳就还没有用的，对了，好，然后再拉回来，完全 KO 打败，而且你们2个是没有把柄你们2个没有什么把柄在李珍秀手上那李珍秀，你看李珍秀，请问你李珍秀靠的是什么东西啊？靠的当然是那个对岸的力量。跟柯文哲的力量嘛，显然柯文哲不讲话是拿他来斗死黄国昌，那是第一个层次，叫做黄国昌跟柯文哲互斗。那店长，你说柯文哲不讲话是要斗黄国昌啊？李珍秀这样弄，请问你对谁最不利？对黄国昌最不利嘛。那这个才显示我是老大嘛。我派一个政坛母老虎，就把你们通通什么战狼小姐全部咬死了，太划算了这个东西。还有刚刚上公讲的1000万。我当不分区，我就出了，就算光明正大的钱，我就是公开透明出了1000万，这样的人你可以找他当不分区吗？不要说钱给
如果脏钱就别谈了，好不好？干净的钱1000万。拿人手短，你也不能提这样子一个人嘛？还有你为什么要出1000万？你不出1000万，你会不会当到不分区安全名单？哎，这个都是问号哎，扯到钱又扯到他要5000万，那更厉害了。简直这个党什么全部在钱里面打转了，从金华镇的钱，从骑脚踏车的300万到这个李珍秀的1000万，甚至没有证实的4个签名，他也没看过版本的5000万什么那公布出来会怎样？那李珍秀，我跟你讲，我是很瞧不起李珍秀了，看起来很凶，好，不管是洪小兵，或是反正他们的斗争的环境，他们的社会哈，打假球嘛，李珍秀恨不恨？李珍秀该恨谁？请问该恨黄国昌还是该恨柯文哲？当然该恨柯文哲嘛，那7个委员都他的人嘛，中评会，黄国昌可怜人嘛。你去恨不是？你这样会不会让黄国昌让黄国昌会人格分裂？你到底是要帮他讲话，还是想要骂他？我没有帮谁，我就是把这个真相，我知道，我推敲出来真相讲出来。你有本事一刀去戳曹操，汉献帝可怜嘛，在那边傀儡一个。那你觉得为什么李珍秀就是不碰柯文哲？就是他一定很清楚，真正不可能柯文哲都不知情，或者说有这些嘛。国台办把我家照顾得很好，投鼠忌器，他也投鼠忌器，当然投鼠忌器后面都有大人，那个是最厉害的东西，好不好？所以李珍秀恨不恨嘛？想不想做立委？想嘛，他觉得自己很优秀啊什么？其实当然差太多，这样的人做国会议员，这是国会是很丢脸的啦，中华民国国会。重点是大家都在跟以前的那个黑暗时代的职棒打假球一样。今天你恨的话，你一刀捅死柯文哲嘛？你去弄黄国昌的代罪羔羊干嘛？然后可柯文哲怎么样？又用他来斗黄国昌，可是呢，也真的不敢把他干掉。请问你柯文哲1秒钟把他干掉的话，早就可以干掉了，对不对？那干掉用那种烂理由哦，你自己可以贪污，可以被开除党籍，当初逼的高虹安赶快走，高虹安只能含泪退党。离开这个心爱的政党，然后你就可以用黄国昌用中评会，然后通过那个特殊状况，哦，他是被民进党迫害的，所以他就连警告都没有，本来是给他开除的，然后那请问你这样子可以连警告都没有？倒过来，你金华城一审判有罪，然后被判17年，那李珍秀是判的是杀人越货吗？还是虐童致死吗？不，这你就把他开除，有什么道理？没有道理，我觉得没有公平性，所以这个党是全乱套的，一团乱，没有大人，然后没有正义，那没有理由，然后稀里糊涂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讲哀矜勿喜？第一个，他是党友，我们是党友，我们蓝白合，这个党这么纷乱，我们也痛苦。可是那另外一方面，天下有一喜必有一忧嘛，一忧我们忧他这样的情况嘛。一喜的时候，当然他小，我们国民党就变大嘛，我们就可以是不是？那你的喜绝对大于忧，哎，是这个也差，我觉得我心里还是蛮沉重的，是不？我这样大概做分析，这里面水之深，后面有大人，这超乎想象。都好，小平刚才他的判断是这样，你的判断呢？但是有一点，柯文哲前面一直都没有出来，是从礼拜1开始事情，一直到昨天。然后在进香过程，宗教进香，然后才出来被堵麦问到那个，这算是有人说这是跟当初徐春英还记得吗？徐春英那时候被提名的时候，柯文哲不讲，就让他自己，对，在丛林里面，对，让他自己去看看他能不能挨得过去嘛，一直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吗？但这个挨得过去是李珍秀挨不挨得过去，还是黄国昌挨不挨得过去？所有这些，刚才大家都提到，到底背后有没有大人，有没有所有这些，这一段也是很妙。第一个。好了，现在我刚就讲说，连很多一些媒体都在讲说，就干脆把那个录音、录影或会议记录全部都拿出来，这是最容易让大家看。如果任何一边要让对方一刀毙命的东西，但是他们3月30号有开一个中评会，开会的时候，有人看了徐春英的起诉书，这是媒体的报道哦，然后询问李珍秀跟他是不是认识，媒体上说李珍秀立刻脸色大变，否认跟徐春英认识，坚持他是透过海选才进民众党。但是这一段最妙，态度也让中评委起疑。不是你们中评委起什么疑呢？就回头去问柯文哲啊。然后这一段，对你们如果对这一段过程有起疑，你们是最容易能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吗？对，那他们有什么好起疑的？那难怪连俊宪委跟小平都会有很多起疑的问号啦。不，连他们自己的中评委都搞不清楚了，那你要怪外面的人怀疑你
欢迎台湾民众党的海选，就会觉得你的海选是假的嘛，所以那个签是有冰过的嘛，那个温度跟其他不一样，过那个冰的签是，对，用这个大家最容易懂嘛，海选只是一个形式嘛，是假的嘛，表示什么？表示我公开透明嘛。先讲那个4月7号这天，4月7号5个人，那就是有录影了，最起码一定有录音嘛。你没有录音，陈清龙他怎么做笔录做那个记录嘛？笔录，老是讲开庭差不多了啦，记录也差不多了啦。你没有录音，陈清龙他怎么做笔录做那个记录嘛？笔录，老是讲开庭差不多了啦，记录也差不多了啦。那陈清龙你是靠记忆吗？你有办法记住每一个人讲什么话吗？你有办法说大家记忆力很好，那你连顺序都可以记得住，有那么厉害？如果陈清龙的记性那么好，昨天开会的时候。韩国瑜召开那个为了那个总预算行政院，他就不会发现说根本没有邀请行政院嘛。这你如果有录影，那就好玩哦。那当事人可不可以录影？李承秀可不可以录音？我现在讲的是说程序。好，那如果假设啊，真的有录音，那就放出来嘛。因为台湾民众党从柯 P 到黄国昌，尤其在对法院都讲要公开透明嘛，不是最喜欢直播吗？开除那天的中评会有没有直播？为什么不直播？中评委在里面对李珍秀的海选提出质疑，那个直播出去怎么得了？那个直播下去就是一场灾难。你发现这个政党完全没有防呆机制，完全没有防呆机制。然后再过来，你看柯文哲个人，为什么我在判断柯文哲会逼宫？柯文哲是个讲话很粗鲁的人，你可以讲他尖酸刻薄。有一个中评委是怎么被柯文哲讲的？谁家的狗自己回去管好。被讲的人当时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林素辉，林素辉什么事情被柯文哲讲成是狗？因为台湾民众党要在苗栗县提名一个县议员，那个县议员有司法记录，为了一个有司法记录的人，柯文哲可以对他的中评委，他对中评会比手画脚，谁家的狗自己回去管好。这次的中评委，可是为什么讲说？他对李珍秀特别好，还是很好。他要跟李珍秀讲，不要哭了 ，calm down。他有讲重话吗？他是跟李珍秀说，你讲别人的坏话，你也不会变得更好，人生还很长。这是什么态度？他对李珍秀是温柔的，是体贴的。我以为是慈济功德会长。不是，他是说，你不要再生气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也改不了，你的人生还很长，过去吧。那李珍秀为什么过去？3年的时间，他花了上千万。那这钱谁花掉的？这谁花掉的？柯文哲吃饭的时候，只吃自己眼前的。可是你知道，柯文哲跟金主吃饭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那什么呀？拥抱啊！你以为他对于那个电视台后面的大老板讲说，你认识我3个月，你就会爱上我。那个话他不是只对一个人、一个企业主讲过啊。但是你如果对他来讲不是那么在乎的人，哪怕2014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说，这个帮柯文哲认为说柯文哲可以打破蓝绿的这些高墙的话。他还是只看他眼前的，这个就是柯文哲。所以第一任的时候，你看柯文哲的第一任台北市市长出事情的案子，你几乎没有印象。所有事情出在2018以后，因为什么？因
为那个时候他可以做主，他没有忌惮。好，可是为什么讲他被逼宫？他对李珍秀的态度这样子的温柔，但是还是要李珍秀推下去。他告诉李珍秀，那就因为李珍秀一直希望做到8月底嘛。对啊，我至少让我做完一个完整的会期嘛，我也有个交代嘛。这个人之常情我听得懂，柯文哲也听得懂，柯文哲答应。所以4月7号，几个人在这个李珍秀要质询卓荣泰之前，李珍秀被叫出去，要他在质询台上的时候，同时宣布辞去立委嘛。李珍秀不愿意嘛。柯文哲跟我讲可以做到8月啊。4月9号，刚才蔡英文讲的嘛，那为什么又又换了一个？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中间事缓则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柯文哲他们没有这个回事，他只有压力，谁可以对给他压力？黄国昌他们可以给他更多的压力啊，所以就改口了，而且那个压力时间不会很久，4月9号到4月13号中间，所以4月13号黄国昌他们抢着赶快处理嘛，因为延一次嘛，所以时间有限嘛，因为柯文哲如果李珍秀再去跟他哭，柯文哲可能又变了。你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两边在拔河，可是黄国昌这边的压力够大，所以我才用逼宫这2个字。他可以被他被逼了嘛？但是他到底为什么会被逼呀？这就跟李珍秀到底那1000万谁帮他花掉的？这个就要留给当事人。但是柯文哲是被外力改变的。柯文哲是被外力改变，因为他们所有的共识都知道说李珍秀的表现不好，这是事实。双重国籍，双重国籍压力太大，双重国籍的问题要用政治操作的方式来转移焦点，他们也都有共识。对啊，但是8月到总质询马上宣布，当然是压力。那为什么对柯文哲有压力？柯文哲欠李珍秀什么？柯文哲又被黄国昌抓到什么？我补一句就好，邦东啊，就是那700万，高虹我认为他没收，那700万没收就是柯文哲收，那这样子怎么能善了？你只能把他干掉了。这个是一个触发点，那700万，对，不是，可是那件事情他讲也讲了，讲完以后他也改口了，对，他也改口了，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往下控制的啦，一定还有100%有，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跟你讲，柯文哲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很粗鲁的人。林素辉对柯文哲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变成谁家的狗。你如果对柯文哲是有影响力，是他在乎你的人的时候，柯文哲讲话是换一个样子。你如果对他抓到柯文哲的弱点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对你很体贴。可是这整件事情已经走到这样，田辉，第一个，李珍秀还有机会去打法律战吗？他还有机会要去演？他第一天说不提诉讼。但他后来有讲说，其实他只说他不对民众党，他也没说不对别人。但不管怎么讲，以他的立委这个资格来讲的话，这个过程，因为大家老是想要援引那个当初那个王金平院长那个时候，李珍秀还有任何机会去打法律战吗？第二个，这一次中评会的处理，让大家觉得就所有的人几乎啦，大部分人觉得，比较吊诡的是，你怎么会去用一个他在中评会里面开会？有没有讲到钱变成是他要开除的理由，而不是以前的单纯以前的事？然后第三个是，好吧，事情闹到现在，请问还有几个人真的认真在讨论国籍、户籍，也就是当初整个闹得这么大的一些原因理由，没有人在讨论这个嘞？这件事过去了吗？好吧，事情闹到现在，请问还有几个人真的认真在讨论国籍、户籍，也就是当初整个闹得这么大的一些原因理由，没有人在讨论这个嘞？这件事过去了吗？对，一个李珍秀就可以把民众党搞成这样子，甚至把台湾的政坛搞成这样子。来了10个李珍秀的时候，会把台湾的整个政坛搞成什么样子？大家应该可以猜测得到哈。所以关键点其实不在李珍秀，也不在民众党。关键点就是李珍秀背后的那一只黑手。那我要一直讲的就是说，从这件事情发生以来就是李珍秀被民众党这样子，等于说他的失去这个立委资格之后，
我在看台办怎么讲话，国台办怎么讲话，但是反倒国台办没有在讲话，反倒李珍秀叫国台办去究责黄国昌，这件事情还蛮荒谬的哈。那所以大家到底是国台办，我觉得国台办现在应该内部在开会了哈，到底要怎么究责黄国昌呢？还是要怎么处理李珍秀呢？应该谈参没有自己提，不回答。双方来讲的话，可能还是现在还在内部讨论了哈，还没有做一个最后决定了。啊，他气话没有。不过今天黄国昌有回应哦，今天黄国昌说啊，其实没有什么评论的必要啊，就大概就是11个字就带过了哈。今天在脏话嘛哈，就讲了这一句话。那所以就换句话讲，就是说民众党似乎也想要把这些事情啊，也就是柯文哲讲的叫康荡的概念哈，大家不要一直把它火一直烧起来。廷辉刚才讲黄国昌今天评论的这一段，对，就是我一直没办法理解。礼拜2理论上黄国昌就应该是这样讲，对。当他们整个开除完以后，他是党主席，因为开除的是中评会嘛，所以人家问到他的时候，这段话就应该是在礼拜2。现在李珍秀一直拿来当他要打整个黄国昌或什么的理由都是，你怎么可以？因为他礼拜1的时候那个出来，他说他也不提诉讼，他都吞了什么商人未党，对。到礼拜2，他是因为你黄国昌那段话，他才整个压起来，对。我那就讲说，照理来说，黄国昌应该第2天就只要讲刚才那段话，对，你也不要让李珍秀拿这个把柄，对。但是现在整个就变成这样，现在突然觉得，那大家就算了，不是。礼拜2的话，当然黄国昌他是真性表率啊，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的性格。但是今天黄国昌所讲的话，不是他个人的性格，但是有人指点他，叫他不要再做进一步的火烧动作。OK， 那这个人跟他讲的人，可能就是所谓的康荡的这个人嘛。但是我觉得他不要讲康荡，他直接讲 close down，close down 就可以了，直接关闭、倒闭，整个民众党倒闭，那比较快一点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在看另外一个政党，叫做国民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而且怎么评论这件事情。当然，小平的立场不能完全是代表整体的国民党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就涉及到蓝白合的问题，涉及到背后国台办怎么看的问题，很复杂。所以现在对它很复杂。所以现在我说台办还没定调的情况之下，两个政党之间其实说真的也还没办法去完全定调。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有包括代表性人物，不管是党主席或者什么这些，应该都没有讲。党主席要出来讲嘛，或者是副主席出来要讲嘛，要定调嘛，那出来讲说怎么针对李家，比如说他声援李珍秀，那就是公然跟民众党在对干哦，对不对啊？如果说李珍秀声援民众党，对陆配怎么样之类的，看他怎么讲话嘛。所以这个事情我就看国民党要怎么去应对这事情的时候，没有。但是民进党的话，当然跟李珍秀吵来吵去，这看到很多绿营的一些相关的人物吵来吵去，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就是李珍秀这件事情搞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在想哈，就是说台办来讲哈，他现在可能还在思考一件事情。如果从徐春英，然后到李珍秀，然后到后面来讲的话，会不会在台湾的政坛上未来越没有机会？所以他必须现在要做一个停损。所以我在想，李珍秀大概在下个礼拜以后可能会被封口，也就是所谓封口，就是刚刚提到了嘛，中国大陆的家人被他照顾得好好的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可能现在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停损。这个停损的目的是不要去牺牲掉剩下那40万名陆配以后有可能在台湾政坛上面呼风唤雨的可能性，这个才是可能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李珍秀的东西就是个过场，但是它就是个悲剧。为什么是个悲剧？因为它或许我也不晓得说他那个钱是怎么来的，好，大家也不知道那钱是怎么来的。你就算是提供政治现金也好，或者这个过往来讲，你请客吃饭或干嘛支持哪个政治人物干嘛之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没去追究。那他跟中国大陆那边的关系，还有这边这些资金什么来的？假设如果我今天身上有1000万，我不会干得那么辛苦，我去当政治人物啊，我好好的享福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还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今天被这样子搞了之后，现在来讲反咬，那反咬的东西，它其实很多东西没有讲。它其实例如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嘛，比如说这些提供的资金来源怎么来的，然后再来对岸台办跟他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或者是对岸的哪些机构跟他联系方式，然后他在民众党内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什么角色？他当初跟柯文哲怎么谈的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柯文哲会那么小心说要康荡的原因，是因为他怕有太多事情后面再继续的被他抖出来。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就开始有几个人开始要叫他封口了。但是我觉得啦就是说，如果他为了台湾的政坛好的话，其实不应该封口啦，他应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讲出来，或许对他来讲比较好。但是至于说走这个法律诉讼，我讲应该不会了，因为你这个是法律诉讼一走下去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有更多东西在法庭上就会出现了。这个麻烦的话，就大家看的那个起诉书告的话是要公开，它会出大事。对，会出大事，会出更大的事情。而这个大事可能会什么动摇国本，这个国本是北京的国本啊。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吃不完兜着走。OK。但我不知道那个就怎么样，各党都有类似的，像考纪会、评议会或什么要处理这些事情。这件事情大家刚刚讲说李珍秀有没有要钱的这件事，然后到现在一直他还在那个地方，到底是谁先开口，谁要这个5000万，然后什么许正安要讲他的小孩都比陈志汉有钱，然后或所有这些。那其实刚刚大家讲，因为那个大原则就是中评会开会为什么会是用你在中评会里面跟我讨论到，所以。李珍秀一直说他被设局，他其实就是说你们挖一个坑给我跳，跳完以后拿这个来当，你觉得照各政党的不管考纪啊、中评议会啊这些，这个合理吗？那这个所谓民众党在讲中评会，这根本就乱讲。第一个这个会议重不重要？举国注目。而且他已经延期一次了。原本是好像是4月9号，然后后来延到4月13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配合郑丽文在中国。那期间这个就是抹黑了。不要抹红，抹个人猜测了，对不对？这段期间，郑大主席在北京参访，结果你砍掉一个让中国不高兴的事，那不敢做，我不知道了。但这个中评会这个会议很重要吧？当然。第一个你要讨论开除的不是一般的党员。这个党员非常有代表性，中配，对不对？中配的代表。第二，现任的不分区立委，你把他开除党籍，他就不是立委了，对对啊。那这么重要的会议，这个绝对是你说影音呐，一定是录音，绝对啦，全程啦。所以民众党这个什么中评会，这个根本假的啦。这独裁政党嘛，这回让我北可以。他大概就是先画靶再射箭，就是要开除他了。那至于那个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概不知道。但这个钱的事情，徐春丽是这个李珍秀是绝对咬着不放，因为这对他有伤害。你被我开除，被他动铁击。所以他就从头到尾狂打这个部分。民众党要止血，那就把证据拿出来。李珍秀的形象破灭你有退出来靠为了被开除的党员，刚刚动攻击，除非李珍秀之前拿什么钱给党了，闲话，人家当2年，你给他当几天就拿掉了，所以这里面水很深否则一个要开除一个现任中配不分区立委的中评会，这个会议会议记录了，白纸黑字一定有录音这个绝对必要嘛。你敢不敢贴出来？而且里面还包含对李珍秀非常不利的证据不了。那对李珍秀来讲，第一个他一定紧咬着这句话，他就从这件钱的事情开始狂打黄国昌嘛。那李珍秀也给台湾政党上了一课。原来国台办可以处罚台湾的政党主席，而且是就责国台办就责黄国昌，而且是无期限，终身就责。他有特别强调，终身就责，登录立刻逮捕，一世人让我们棒一耍，那国台办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就责施压黄国昌？这个想象空间更大。所以李珍秀一个人哇，把台湾的整个政坛可以说是。很久没有这样子让大家都兴奋起来那3党都是他的粉丝每天都要看他要讲什么。那个民众党不是战将如云吗？为了战神，为了战狼小姐姐，都没赢，全部都躲起来连柯文哲都轻声细语的，哎呀，卖手气了所以这里面我是觉得李珍秀跟民众党的关系一定是我们坦白讲就更引人好奇啦。那李珍秀一定也知道嘛，他现在达到他一辈子的高峰嘛。就算让他顺利当立委，当到8月，当满2年，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影响力了。他现在只要开记者会，或者他今天要到某个节目各党全程监看，是不是这样？对。然后其中批出来提心吊胆的就是黄国昌柯文哲嘛。李珍秀
你人生哪有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机会？所以他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尽量拉长嘛，慢慢切香肠嘛。这种搞斗争的手法，我们差共产党差这啦。所以有李珍秀一个人哦，好好的给台湾上一课，不要再自称什么战神战狼啊。跟李珍秀比起来哦，吓死啊，差这样。但上下最伤的一件事，是从柯文哲从当初清华城案，因为涉及到钱的问题。后来记得吗？包括党内的那个，包括账的一些东西，那时候不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年那个7、8月，前年了，那个8月的时候开了整个，然后开记者会，后来还要道歉，然后表示账，那也是钱的问题。这是李珍秀出来这过程当中又扯上钱的问题。其实政治，你当跟这些钱一扯，而且都扯上钱的问题的时候，那真的对政党来讲，他就不会乐见这样的事啊。其实这里面最奇怪的是什么？你刚刚讲说是逼宫，对不对？对。但是逼宫里面，黄国昌说是逼柯文哲，也没有啊。黄国昌受伤也很大啊。然后现在你会看到整个操作里面叫做伤敌300，自损7000。这个比例也差太多了。对，这个对比，黄国昌也重伤啊，柯文哲也重伤啊。然后李珍秀又没什么差，对不对？所以李珍秀其实也没什么差嘛。当然。对啊，所以伤敌300，自损7000。我就跟你讲，他现在是赤脚不怕穿鞋的。对啊，那这个里面，所以你说这里面是什么？他们党部里面什么逼宫啊，什么柯文哲要去那个掌控黄国昌，或黄国昌看到那个有问题，赤脚穿香奈儿这个不好。什么逼宫啊，什么柯文哲要去那个掌控黄国昌，或黄国昌看到那个有问题，赤脚穿香奈儿这个不好，传统这样。黄国昌说，因为看到起诉书，他开了 POS，然后只是因为要他习惯不一次付薪，所以有8万块钱付不出来信用卡，对不对？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有看到柯文哲、黄国昌都受重伤，而这种重伤，我看这个整个下去，这个民众党都完蛋。为什么完蛋？里面最麻烦是什么？柯文哲的那个起诉书出来，里面的那些判决书出来，钱，而那钱里面包含什么发票啊，包含什么的那些金主，不要写进去里面的很多的怨恨，钱，然后再过来一开始的穆可还是钱，到现在其实会引爆李珍秀那天，大家就讲说啊，终于结束了，对，也是钱，所以本来是一个民主的政治。现在柯文哲告诉你，他们整个民众党出现的叫做金主的政治，这个才是金主政治，才是最麻烦的。然后这里面也是小草要去怎么面对的问题。里面不管是怎么700万或什么，再回来了，整个不分区的里面，柯文哲从民众党上来以来，高虹安难道没有后面跟郭台铭的关系吗？然后吴欣颖、星光小公主，难道也没有吗？所以你的不分区的海选。大家才在讲说那个是不是冰过的，或是火烫的？所以整个柯文哲的10年里面最大的破灭，已经就是钱。这个金主政治，柯文哲这个民众党恐怕再走下去，至于国民党还要不要跟他们绑在一起，要不要蓝白合？国民党思考清楚了。金主就讲一个，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这个跟连胜文选那一年，郭台铭号称捐了3亿给连胜文，号称外传嘛，然后柯文哲后来还打官司了，不是吗？这件事。对，因为柯文哲好不管，因为柯文哲那时候就很在意郭台铭，他怎么知道的？因为另外一个老柯跟他讲的，从那一天开始，柯文哲就想认识郭台铭。你看他后来跟郭台铭走的样子，两个人还手牵手在金门看海，月光下。对。为什么搞得那样黏 T， 然后那蓝白河那个2023年那前面有一段，为什么一定要找郭台铭？我就跟你讲，他对一般的人，跟遇到金主，你要知道柯文哲会变2个人了。对，因为3亿那件事情，后来说没因为中间过程相关人说没有，后来去打官司，然后还去跟媒体之间有官司的一些诉讼。可是如果真的讲到钱，来小平是。你从你告发的一些案子一直到现在，可是这几天，因为柯文哲为什么被问到这？前几天没有出来，因为白沙屯嘛进香嘛，然后他们到那但是你刚大家所讲到钱的问题，对小草来讲会认为，不是，还记得柯文哲讲那个白沙屯嘛进香，就是这8天，然后就吃
所有东西不要钱，他觉得很快乐。小草就会跟你讲，他的快乐就是这个样而已。你觉得这样的人会贪污吗？钟小平，你再看一看。好，再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不能说不会贪污，因为那有台语叫什么跨罪假戏风哦，有句跨罪哦，这嘴多假树风啊。OK， 沿路吃东西都不用钱，一路上没有花钱，一直吃东西，这是我觉得最快乐的地方，对不对？这个没有办法判断说小草也过头，也不要造神，你知道吗？小草，我跟你讲哈，请问你。他一路上吃东西，吃免费的东西，他就很清廉，一定不会贪污。那所有的政治人物去米其林吃饭都通通收押禁见，好不好？所以这个不同，这是不通的比喻，你知道吗？小鱼，直接再接一个人了。你知道陈水扁陈水扁吃东西是很随便的，很简单，对，很简单。陈水扁贪污是为了自己吗？选举要花很多都要钱。所以陈水扁就吃水饺而已啦。就听过有人说谁没有拿过我父亲的钱？对。但只有还是陈水扁给民进党很多钱，跟大部分还是自己无调，这个要讲清楚啊。好，可是他这很大方，还给同志，那他比较小气，对，也很多，跟他污的钱不成比例啦，这是一个这应该概念这样讲哈。再拉回来，他今天有政治人物就2个罩门，你知道？男性的政治人物，一个财一个色，色是刮骨钢刀，酒是穿肠毒药，还好财呢？财就他都点到为止。你刚才不是说钱跟色啊，结果转到酒去啊？那酒跟色是搞在一起。那我先讲财哈，另外第二部分讲财。我讲那个色哈。你到底要讲财？你不是要讲财不用讲了，财太多了，财我已经讲2年了，不要再叫我讲了。OK， 再讲你要去告发。对。那他这方面我觉得还好啦，对啊，算有把持住了。我觉得现在是造神呐，可是我跟你讲，他们碰到一个最可怕的东西，是吧？那他的票会缓步下滑，你知道，像那个你知道股票对不对？盘整以后，跌，你知道叫盘跌，久盘必跌，就这样阶梯，这样很长，所以时间站在老 K 这边。今天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他们从头到尾的钱都搞不清楚，而且他们显然没有特别的主张，对于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而跟红走得近一些，甚至根本甚至要想提名一个共谍来，然后涉嫌共谍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这种都犯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政党最大的忌讳。其实很简单，年轻人投票就还非常简单。为什么从26%跌到10%？就犯了2个忌讳。第一个，我要青年的政治人物。年轻人很简单，因为他很苦。那现在他跟沈清廷走那么近，那给财团这么多钱，然后容积是公共财，你知道最严重的，他的票少，除了贪污以外，是副作用，那叫做阶级斗争。我们年轻人恨你对财团这么好，我们房子我买不起，我们拼了一辈子不得这个奇门而入，没有半个房子可以走进去啊。那这种恨是他们体会不到的，我在基层走，我体会得到。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是希望不管是台湾主体性、中华民国主体性，我就是爱台湾、爱中华民国、爱国旗。年轻人很直接，那你跟老公这么近真的票会越来越少。那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贪污这一票。那你们国民党知不知道？所以你就不讨论。你干嘛要挖洞给自己跳？OK， 所以再要拉回来，这个钱这块已经扯不清了，贪污判17年了。可是红的这部分他知道这样会不好，所以他也拉不回来了。他就慢慢盘整必跌，跟股票的那个趋势图一样。尚公，这整件事情怎么收尾？怎么收尾啊？我觉得，就你刚刚讲，就大家不要讲话。没有，那唯一谁能要那个李珍秀闭嘴？国台办。你现在看柯文哲说康党，你说人家的坏话也不会帮自己加分怎么样？但李珍秀有停吗？没有啊，他还是到处讲。他就是不骂柯而已啊。那换言之，民众党已经无人拉得住他了。那没有人拉得住他，那力量从哪里来？请国台办终身就责黄国昌。那今天很简单一件事嘛，他还是有家人在
中国嘛，他自己说的嘛，共产党对他们家，还有国台办重阳节还去那个访问他爸妈嘛，等等。那现在看来，好像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可以让他少说一点话，少说一点话，因为我觉得他也蛮聪明的。你注意看，从柯文哲起诉到判决，国台办都有发言挺柯文哲，国台办都有发言挺柯文哲哦。我觉得背后里面会不会形成一个国台办的影响力会在这件案子出来？否则你现在看柯文哲讲也没用啊。柯文哲讲了半天，反正黄国昌就不放过陈志涵，不放过那个黄国昌啊，就没有打算要放过啊，就是不放过他们啊。对啊，就是一直要讲他们啊。那柯文哲看来，就刚才讲了，柯文哲对李珍秀的态度似乎还蛮温柔、蛮温和的。那柯文哲你温和，那就是李珍秀可以大方的继续骂下去。那柯文哲要不要讲重话？如果讲重话，对，如果你看嘛，黄国昌中评会结束隔一天讲的那一段话以后，你就发现李珍秀鬼给他给。那柯文哲讲重话会不会让李珍秀会有不一样的反应？那今天最简单一件事，千百个人说不分区海选等等，你连新故乡的监事也是海选出来的嘛？为什么会挑李珍秀去当新故乡的监事？对，然后这边说不分区是海选。为什么会挑李珍秀去当新故乡的监事？对，然后这边说不分区是海选。但你不分区海选，你说你不认识海选，那请问你新故乡为什么会出现李珍秀？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因为你看那个监事什么梁秀菊，他的以前主计啦，什么什么那都不意外啊。副知县那个副理事长什么谢立功啊，张其禄以前的立委也都不奇怪嘛。海选一个不认识的人，海选出来的人，怎么会在新故乡当监事？你说柯文哲的说法，你把新故乡，而且他第一届成立的时候，他就是监事哦。你把它比对，海选之前不认识，那为什么会去新故乡当监事？柯文哲会不会也有一些话说不出来，重话说不出来？那事情要结束，那有两个方式啦，一个就刚才讲的，背后是不是另外一股力量叫他不要讲话？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看他骂烦了，骂不出新玩意儿了，然后就自动消退，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嘛。那可以看得出来，李珍秀在骂黄国昌或是骂什么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开始在 repeat。那你就发现还有没有新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很压抑或很亮眼？如果没有，我们都知道。整个政治的事件循环的过程，它一段时间就会慢慢的消。要有新的新闻出来啊，对啊，那就大概就在等这个吧。你想一下啊，如果说今天新北市民调做出来谁，然后那个宜兰做出来谁，然后怎么样，可能新闻就会往下走。OK，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我比较娟伟对柯文哲跟黄昌，因为他们这次是去白沙屯嘛，然后去进香的过程这些。然后，因为张继凯在嘉义被提名，可是因为国民党的彰化彰化问题还没解决对？没有，应该快的话，下个礼拜解决。会提未凭证啊，应该快是下礼拜了。但是看起来，其实黄昌虽然最近被李珍秀一直缠着骂着，然后一路这样，那他们会不会就是因为有人最近因为彰化那时候搞不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民众党那个人有说，对啊，如果这样的话，最好的选择，民众党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说是黄国昌最强人选黄国昌，会不会这个就变成他们的好？你说现在的一个所谓的流量文化就是这样，你越骂，反正你们大家都觉得有受伤，没有啊？
那黄商被骂到流量也很高啊，就是一路这样子往下。流量高有什么？民调高才有用啊！啊哈，你就没有？我跟你讲，网络文化有很多就是这样，大家一路对干啊。网络那个是不是票？民调那个高才是票啊！要相信1068通的那个民调，那个才是。来，俊伟，那李珍秀民调更高，不如彰化给李珍秀选，对不对？然后声量高，而且这是好的声量嘛。被李珍秀骂到躲起来，不敢回应，这声量管，哪边比哦？台湾现在第一战将，李珍秀，啊，不你蓝白河和李珍秀去讲话算，对，哦，跟我们的陈树岳这样1对1打，看你干我，而且你说点名黄国昌去彰化选，你实在太看不起黄国昌哦，战神呢，新北市的，你新北市哦你不新北市不蓝白不让给他啊，那国民党不让给他选，你挑一个不蓝白矮的给他，你干嘛搞黄国昌动作上，对不对？这黄国昌一定不会接受，啊，这可见黄国昌哦，这个什么新北选到底哦，这个我们看之来这个胡乱嘛，那就然后那天不是去跟那个谁啊李世川两人啊这个黑箱作业啊密室勾搭啊，那出来以后那些笑嘻嘻的，对不对？都做一些黄国昌过去啊他自己最反对的事情，我不知道他跟李世川怎么谈了，但政治交易一定有了，他们两边都觉得谈得愉快嘛。其实不用谈，我也知道，就黄国昌不会选。好多人都跟我赌牛肉面，我可能吃不完，大家帮我来吃。你是跟邱明玉赌的吗？我跟你讲，你可能那个你可能吃不完，邱明玉那个牛肉面太多了。黄国昌绝对不会选的，可是选到被人家贴一个，好像在帮他找选区，这个实在太可怜了。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民众党的珍秀之乱还没结束。李珍秀哪可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不是，刚上空讲，除非他还有新的爆料，要不然的话，以新闻来看的话，他就慢慢就是这样啦。他当然知道啊，不是有没有爆料，料很多，是要不要爆新料？对，逻辑在这里。这我也同意，他要慢慢来嘛。哎，你这样补白银的刀，对你有什么好处？不是，我也是希望他不要再讲。他是蓝白合作的框架蛙，框架蛙。所以这个我一直强调嘛，这个国民党的良心忠小，就只有他敢去告柯文哲，金华城案四个案。我提醒你，不是只有金华城，而且后面3个案侦办中，所以小平同志，听说最近选情越来越顺利，越来越艰困，艰困框架外，艰困不讲了。听说只比那个当选的门槛还一点多1万多票而已。可是我一定会被你弄死。对。但是好，你说中华不真的不是只有李珍秀这件事好吗？大家都以为都在绕，其实有很多，包括你说从郑英文主席回来以后，然后包括未来是不是要到美国去访问，看起来日期确定是要到美国，然后在那过程当中，那包括去美国访问，到底是要彰显一些什么两边的平衡吗？或是在国内政坛？包括这次访问出去是不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然后是有补助的这一块，然后但是大家现在呢，最直接上手的一件事情就是创下那个追踪器到底是那个是很便宜的玩意儿，对不对？对。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而且看起来当事人没有要搞大，但是现在变成是新北市警察局，我就是要办，因为你们弄得好像煞有介事，但又说不办。搞到警方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是警方要办。其实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太严重了，这严重在哪里？还是讲的，我说现在流行的叫政党自爆嘛，这个是1月的事情，那这么久了，也没有引起任何事情。是啊，那国民党自己要自爆啊，我们老朋友里面把它爆出来的，赖清德爆出来对吧？那爆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就拉高很严重了啊！你要出来说记者会。我们当记者都记得水门案是不是？对，我们把水门案都拉高了。那现在这照片出来，水门案一个监听，然后结果尼克森下台，对对。然后结果呢，水门案然后拉到这么高的一个层次，然后但是呢，出来了，原来这个是当时留下的照片。然后目前呢是根据那些专家讲说，这种追踪器是很廉价的，然后频宽是很小的。
所以450块一个。没有这个一般是失智老人在用的。哦，就是让怕他走失，你把它挂着，挂在钥匙圈或在他的皮包，你知道他在哪？小孩子对，小孩子，爸妈担心失智老人在用，或者是停车场太大，我忘了我的车子在哪个位置了，对不对？是 E 还是 C 还是哪里，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卖场的停车场又找不到车子，对不对？还要找逼一下。你们讲的跟跟监都没有关系嘛，差很多哎。卖场的停车场又找不到车子，对不对？还要找逼一下。你们讲的跟监都没有关系嘛，差很多哎。对啊。然后这里面最特殊的是，当你拉到这么高的时候，对不对？赖清德你要出来了，国家机器动很重了，这就回到了2019年韩国瑜的年代。哎，这个时候很重的时候，结果当事人说没事。李乾隆的反应让整个都变得很错乱了。但是对于大家来讲，一个国民党的副主席，一个国民党这么重要的人，竟然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你闹大了，这个警察局不能不办呐。不能不问呐，他虽然问了半天，可是这件事情里面还是让人家觉得，你国民党干嘛要弄这一招？你弄这一手之后，你想要拉升到什么程度？但是这里面呢，你至少先跟李乾隆讲好嘛，哎，你就对不对？表达愤怒啊，要跟韩国瑜一样，国家机器动很重啊，也都没有，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这件事情变很奇怪。那当然，现在网络上呢，大家都在讨论，到底有哪些人会帮你追踪器？是仇人呢？是债主呢？是政敌呢？还是家庭因素？现在让李乾隆也变得是很尴尬，大家都在各种的揣测、各种的讨论。但是现在这状况是，那你国民党闹这一招，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上公，你乾隆是好朋友吗？认识，只有认识吗？啊，有认识。那有没有一些中间的一些内幕？因为这2天，包括有国民党的议员有出来，因为也是跟那个李乾隆秘书长熟的，那他就在讲说，是因为那时候李乾隆的司机有讲说，哎，车是不是有被人家跟，然后而且不是一次的感觉，然后后来又爆出说有这个，然后不是说又爆出有那个什么恐吓信。你把这些善意提醒，李乾隆讲没叫恐吓信，叫善意提醒。哦，好，善意提醒信。你把这些因素全部都摆在一起，如果真有歧视的这些，那是个大条事儿。但是整个当事人的反应又让你觉得，就是你完全没办法去拿捏，所以只能问一下你的好友，你有没有问到一些到底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私下跟别人说啊，不是跟我说哈，真的是跟别人说了哈。他是说一开始是司机发现好像后面有车在跟几次了哈，所以才去找征信社把他车子扫一遍。结果在应该是那个防撞的那个挡泥板后面发现这个东西啦。好，那他不报案，他有他个人里面的考量啦，大概自己知道是谁了，应该不明确哦，应该不明确啦，应该不明确。那国民党里面讲出来，你就发现一件事啊，一下子说半年前、3个月前、1个月前，其实是李乾隆私底下的说法是2个月前，2月，然后一下又说那个赵后进，一下说那个一堆的理由，结果到最后是不是挡泥板那个类似挡泥板后面发现的？当然，你说这么廉价的东西哦，我们情治单位用这么廉价就很 low。好啊，当然他们说那伊乃金，其实这件事情在党内。其实李乾隆讲的时候，党内很多人都知道啦。那跟李乾隆为什么不报案，或是为什么不这件事情？因为他为什么把弄宣大，然后因为被人家跟那种感觉，那个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状况啊？他为什么选择歧视你，还把他丢了？还有他的政治跟人身安全考量啦。好，这是他私底下讲的啦。那其实大家私底下在猜测的，可能是不是
家族里面生意啦，或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冲突性的东西存在？是不是有此可能性？所以李乾隆一直也没有报案嘛。OK， 但军宪委这件事情啊，那现在变成警方要办，但看起来李乾隆这个地方就大家不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这样。第一个，这个事情警方为什么很重视？国民党发言人出来指控，为了指控到总统，对不对？他说什么赖清德以后卸任以后就让好像要追究啊，高检跑法，高检和法院。好，国民党把他层级拉这么高，那你说警方敢不办吗？再来，后来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国民党发言人讲的，如果这么严重，那你赶快去报案。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事，而是根本没有这种事。刚刚那个谁啊，那个，你讲这种基本上它不是 GPS 定位啦，它这个误差很大了啊！那个警察说这个根本就是失智老人在用的，是有囡仔用的，就放在他身上，怕他走失了，而且他这个有时间差，比如说。它可能显示在这个地方，那可能是10分钟以前在这里啊，它的误差可能20米、30米不一定的，所以看那个讯号的，所以这种是很粗糙的，怎么可能用这种去做什么跟踪？那如果有发生时间是什么时候？1月多，他有1月多，2个月前嘛，2个月前嘛，那这个东西李乾隆为什么要把它丢掉？那你怎么报案？你就要不敢把它报案，这样才报案。你连一个证据都没有啊，所以现在国民党可能是见猎欣喜，想说我吹点名呀，这个赶快至少丢一个新闻来压一下郑丽文去中国访问，那干嘛拿这个去压呢？郑丽文觉得这次去访问回来基本上算成功，而且会是未来的大利多，他干嘛要压？他应该是要压掉李珍秀的。但他现在得分，对，小平都说得分了。郑丽文主席去中国访问回来，他照理讲要大肆吹牛宣传一下嘛。但现在先压着了等李珍秀的风波过了，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啦。所以你国民党就小公捡到宝了。那国民党的发言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怎么会知道？因为李乾隆跟他讲的。党内很多人都听过，很听过嘛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讲？而且是手上也没有东西，有没有什么证据？直接拉高到党发言人来讲。我也当过党发言人的，你如果跟我讲这种事情，你总要给我一点比较有具体的东西嘛。你什么物件都没。而且你要直接扯到总统你如果今天讲说我们怀疑李乾隆被跟踪，不知道什么政治目的，那就算了。公开对总统去，那个实在是国民党有水准一点好不好？不过现在看起来，来廷辉，第一个，郑丽文对于这次的出访，然后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回来一定是刚连小平都说有加分 ，OK。接下来就是访美，访美他也跟你讲，美国人也非常有支持他。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说，包括赖清德总统要出访，然后他讲说，那赖总统回来要不要跟郑丽文也见个面？因为他讲说，那个第一个，好吧，那个无人机应该是要送奶茶，不是应该送飞弹嘛？而且老共的飞弹那只针对台独，所以所有这一些的论述跟发生这样一些事情，对国民党在未来来讲的话，是真的是好的吗？其实我觉得还是负面的比较多了所以当然这个离选举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可能也不会发酵到选举去了。但是就是说飞弹其实不长眼睛的，他不会说你是台独或是不是台独然后就打台独不打台独，这个没有，这真是荒谬之谈这真是荒谬之谈但是最主要就是说，这480万是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补助款。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台湾民主基金会本来它当初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台湾的一个政党活络以及对外政党的对外外交嘛，所以它里面会有一块是叫政党补助款。
那政党补助款那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根据你的立法院的席次的比例，然后它有一笔总预算政党补助款，然后按照比例分给各个政党。对，所以这一笔钱来讲的话，民进党有，国民党有。然后民众党其实也有哦，那所以他们可以去用这个政党去做政党外交，然后推动民主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一笔钱，国民党就拿来做所谓的两岸这种所谓的交流，不是说做两岸交流不行，是说你要去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这个其实才符合台湾民主基金会设立的目的。你不能说拿了这一笔钱之后，然后到那边去以后，然后吃喝喝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反过来你去帮对方来统战台湾，这个就不对了。好，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关键问题就在于说，他要出发之前，因为国民党现在对外讲说还有包含民主基金会也讲说现在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回来你要核销这一笔钱，对不对？这个案子还没有进入到核销阶段。所以到底未来来讲的话，核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可能通过？这个其实民主基金会已经开始保守了。那为什么会盯上民主基金会？是因为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就是立法院长，是啊，就是韩国瑜。所以韩国瑜，然后底下来讲的话，是不是把这笔钱就是同意他这样来花？这才是问题。那所以呢，有人被抓到，就是说，这个其实要出发之前有一个计划书是5页的计划书。这5页计划书来讲的话，里面开头是写说，主旨是写说，透过本次交流参访，让在大陆的民众及在陆台商了解台湾民主发展的现况，然后并深入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等等之类的。但是就是说，你只让他了解，但是没有促进民主，然后你现在要把它核销的时候，就引起这样的一个争议了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主要我觉得韩国瑜可能有知情没有错了但是真正的核准的就是执行长，那个执行长叫廖达奇，廖教授。那廖教授下面会有3个副执行长，一个是民进党这边推举的，一个是外交部的人，一个是卢业中就是蓝营的人，所以一个绿营，一个蓝营，一个是外交部的中立，比较中立一点。所以显然这个案子应该是廖教授批准核准让他过去的。那以往这个在连战在马英九那时候的时候，其实这个民主基金会常常就用这些钱去做两岸的交流。OK， 但是事实上这一次来讲的话，因为是韩国瑜在当院长，所以我觉得引起很大的争议，是因为你没有达到所谓的教育对面民主的问题，而反倒是被统战的结果来用这笔钱，那这个大家可能是吞不下去了。来，小平2个，第一个从前面追踪这件事情，那国民党算是乌龙一场吗？还是其实确实要借这个要凸显出什么事？第二个就是那个核销那个民主基金会这件事情，结果后来是用，因为有很多人在乎的时候，那个是纳税钱嘛，那这些适合吗？第一件事我简单讲，有没有那个东西还是有。那当然，就那个传话以讹传讹，那就是就鹅毛变成一只鹅。真生杀人，他妈妈都相信他儿子杀人，真生很乖嘛。小时候就是应该这样讲，还是回到鹰派跟鸽派的，就是对赖清德、对民进党的政治作战我讲了，对不对？我讲。现在不管鹰派鸽派这件事情，我刚讲，如果真有其事，它是个大事对，但是如果不是真的这么小东西当成大东西来办。我觉得整个宣传派应该有关系吗？讲事情要有证据吧？不，真的有这个东西，但讲的比较大嘛。那真正能掌握东西，李乾龙说出来是比较小的嘛，是不是？好，这我大概只能回应到这里，好不好？什么叫你只能回应到这里？没听懂，没听懂，没听懂，对，就一层传一层。反正国民党鹰派可以胡说八道，不讲证据的，意思大概这样子。当然就是反正这个事情到了现在大家不要再为难。以前已经想要善了了嘛。就是当事人是不是叫李乾隆？那刚上一副讲得很清楚了嘛，你跟他的交情，跟你讲的都比我多了，交情深了，认识。他跟别人讲的，不是还不是跟你讲的，不是 OK 的，好。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停了就好了啦，我觉得应该这样，好 ，K 那边的对了哈。第二。我就比较认真讲了哈，就是你前面是我觉得你投鼠忌器，不是我自己我不是那么清楚，我平常讲，我没有去特别去了解它。第二，来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宗旨是不是政党对外交流？交流总比交战好。请问台湾民主基金会有没有规定说政党对外交流是第一世界还是第2世界还是第3世界的国家？对吧？欧盟、老共。
还是美国？插一句话，补一句话。因为这是陈水扁那时候成立的，那时候立法院也是一样是朝小野大。对，去看一下台湾民主基金会里面有一个东西不碰，统跟独。写在里面。对，不碰统独。那所以他去交流，其实郑丽文有个地方还蛮厉害的。其实我简单讲，就是江泽民那个胡锦涛对我们好，我们就对他好；习近平跟这两个比较，对我们坏很多。我们就对他坏，这个很正常。我觉得是人的情绪，政党也该这样子嘛，哈。那你们还记不记得习近平曾经批啊，用这个钱啊，就是台独啊，干嘛就反正老共那边批。那这次为什么他用这个钱？那你照以前的话，习近平以前很高压的时候，那你用这个钱你就不要来啊。他用这个钱，那你照以前的话，习近平以前很高压的时候，那你用这个钱你就不要来啊，对吧？那这次为什么可以来？因为习近平不知道你们在跟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啊，知道用这一笔钱吗？他不知道啊，我们自己国人到这2天才知道，宋涛也不知道国民党会去跟国民党会去跟一个被他制裁单位的人申请经费啊。他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如果是完全，宋涛一定不知道，他是看了电视才知道。老共也不见得完全不知道，不然他匪谍工作也做的也太差了嘛，对不对？但也可能不知道。那不知道，请问事后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有没有什么评论？没有吧？不是他不能评论呢，他不能打自己的脸啊。他以前说他不能啊，因为宋涛那时候他们怎么讲的？马晓光当发言人讲说。任何中国任何组织、个人、机构，不能跟这个这台湾民主基金会啊，这个两个被制裁机构的资助有任何往来。对嘛？所以我就讲这个逻辑很清楚。结果你们还安排了，接着习近平，不仅如此，还送礼物。还是用被他们制裁不得往来的人送的那个钱拿来买礼物，你们在打脸宋涛。我觉得你们两个讲话好像你们让那么凶啊！你们让宋涛在习近平面前丢脸。他们2个人叫雄厚两兄弟。对，他们2个哥俩好。请继续解释。好，我继续讲哈，就是交流了嘛，用了480万了嘛。那习近平以前硬嘛，现在用了这个钱，他也就软了嘛。就习近平也是大家，你也不要认为也是审时度势，我们也这样。他需要郑丽文去，我们有创造被利用价值啊。他的川协会要稳住大后方嘛。好，那我讲重点，我想讲重点是这个讲完以后就是对美的态度。军购峰回路转，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了，我的看法，我个人当郑丽文可以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你觉得整个？请问你，他那个时候这个在台协会主席是不是跟郑丽文见过面？对不对？然后跟郑丽文讲，哎，我跟你讲，到华盛顿 DC， 然后访问政要啊，什么规格都很高啊。然后你知道国民党的主席到老共去那边不难，到美国比较难，对不对？大家这个是好，然后而且可以。因为当然他有求于我们嘛，那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黄国昌还是当主席的时候，铁板一块嘛，蓝白他们无计可施啊，绿。可现在有很微妙的变化 ，OK， 就美国也在看，然后柯文哲也在看，郑丽文也在变，所以这个戏可逐了。我跟你讲，接下来的军购，这个时候就变成真的是一颗太阳。那这个太阳不只是因为他的从政说不是太阳，他的位置是太阳是主席，他当被人家讲说个太阳弱，是因为他的从政经历没干过直辖市长干嘛，可这个军购过。那搞得定中美2大国，这个很厉害，我觉得。来，直接回应，完全同意，绝对支持啊！所以我这样讲，如果他这样做，你们支不支持？我充满期待，我们甚至支持他选2028年。难怪我们充满期待。难怪昨天越南政府有人派人来问我说，郑丽文有没有可能选2028？真的，人家国外已经有人开始越南现在的国家主席疏领到北京去嘛，那越南都支持。我要忍不住抢一句话。郑丽文现在是有高度的自信，对啊，他在去美国之前下的第2步棋就是等赖清德总统回来，我们见面，对，还公开喊话叫赖清德不要怕，所以我跟你讲，你们的卢妈妈拜拜了。来，俊文来最后1分钟了。完全同意小平的分析了。照小平的分析，那2028年国民党就是郑丽文选，那他现在缺乏的就是需要更多的就是像小平这种让增强他的信心，让郑丽文对未来第一个，其实他的布局已经是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格局，他拜访
中国来就美国，接下来他一定会去日本。他一定会希望能够跟高市见面。曾立文会善用他现在控制台湾国会的这个优势。那他跟美国谈美国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台湾的公共医生。连 AIT 都有压力。AIT 整天在盯着这个事情。是的。可见美国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子的。那日本当然很关切啊，周边有事，那日本就有事啊。所以曾立文，你看，接下来就是日本。那就是中国、美国，就日本，再来就新加坡，再来就选总统，对，完全同意钟小平的分析。OK， 未来局真的会是这样往下走吗？我补一句，他这样做，除了想做，还有一个原因推出他这样做，非做不可。什么？就是柯文哲的变数，绿白合。蓝白合还是绿白合？不，绿白合，你觉得有可能？不是，他担心会绿白合。与其绿白合，他们先去弄了9000出来，或者1兆出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大的一个党团。OK， 对啊。未来局真的会是这样走吗？那国内的政坛，当然除了刚刚一开始的李登辉的事情，下礼拜又会有什么样一些的演变？那对于蓝白合胜或国内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状况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明天我们下周见，拜拜。